庆余年中的王启年，监察院的普通职员，曾经是个江洋大盗，被陈萍萍抓到后变贼为官，为监察院效力。人到中年不求进步，只想老婆女儿热炕头，工作劲头大幅下降，每天在监察院摸鱼躺平。年轻时的王启年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的独行贼，流窜在北魏和庆帝之间的小诸侯国，偷盗货物，练就一身隐匿行踪和追踪的本领。后来被诸侯国联合起来围剿，四处逃窜，被迫进入庆国国境，被正在随庆帝筹划北伐事宜的监察院院长陈萍萍逮住，束手就擒。陈萍萍赏识王启年的隐匿行踪和追踪本领，让他加入监察院，免去被处罚的罪责。自此之后，王启年成为监察院的一员，意气风发，侦缉破案。在他的手下，犯事官员谁不得老实吐露罪情，为监察院做了大量贡献。人到中年，特别是有老婆有女儿之后，王启年早就被岁月抹去了棱角和锐气，从武职改成了文职，到点上班，到点下班。为了给妻女一个好的住处，用所有积蓄在城南普通民巷购买了一套带有别院的房子，以至于口袋里没有多余的零花钱，这也是他抠抠搜搜的原因。范闲进入京都，在监察院见到的第一位职员就是王启年，多聊了几句就去了庆庙，并与庆帝和鸡腿姑姑林婉儿偶遇。因为范闲与庆帝的会面时，沿路保护庆帝的高手被五竹打晕，内务部调查安保事件，查到王启年与范闲见过面聊过天，就拿他做了替罪羊，找了个由头将他革职除名。被革职的王启年失去了监察院的俸禄和养老金，到处找工作。因为有了监察院的履职经历，各个衙门都不敢用他，成了个下岗的落魄男人。没成想，王启年成了监察院提司范闲在院中的第一个心腹，身边的亲近小队更以启年小组为名。牛栏街刺杀案后，范闲身边没有可用之人，派遣王启年跟踪司礼里，打探相关信息。范闲一夜醉酒13百，假装醉酒后从太后屋中偷取叶青梅留给他的箱子的钥匙，复制钥匙的锁匠是王启年找的。从这以后，王启年的命运就跟范闲绑在了一起。此后，王启年跟随范闲出使北齐，帮助范闲出了不少主意。范闲回京后，王启年以庆国鸿胪寺常驻北齐居中郎的身份，接替严冰云处理北齐一应事务，级别提了一级。同时受范闲指令，暗中盯紧长公主李云瑞安排在北齐上京的崔家和内库走私，为下部拔掉名家，切断长公主李云瑞的财路做准备。京都抱月楼事发，范思哲被范闲连夜送到北齐上京。王启年作为庆国监察院的官员，又是范闲的头号心腹，全力协助范思哲经商做生意，以便在摧毁崔家后，将内库走私交给范思哲来打理。王启年在北齐上京1年多时间，成功的与北齐皇帝锦衣卫衙门构合了良好的关系，让当年因为严冰云意外曝光而变成一潭死水的6处北齐谍网重新成功活跃了起来。王启年做事滴水不漏，让范闲对于北齐的一举一动了然于心。王启年从北齐上京回归之后，范闲本想让他主持一处工作，指望他能暗侦百官，能够有一个能掌握全局的亲信，却被王启年断然拒绝，死乞白赖的要黏在范闲身边，重掌启年小组，继续为范闲出谋划策，做他擅长的非著名捧哏角色。王启年回京后，参与了范闲布局刺杀二皇子李承则的8家将和诸多官员下狱事件，揭露长公子李云瑞和太子李承乾淫乱宫廷之事，第二次下江南打压名家和江南水师走私案等一系列大事。陈萍萍、范建、庆帝都不知道的隐私，王启年都知道。大东山之役，东夷城四国见，北齐国师苦荷和流云散手叶流云齐聚大东山。王启年悄悄从山上溜走，却在下山途中看到身受重伤的四国界和苦荷。王启年想着赶回京都，将这个震惊天下的消息告诉范闲和陈萍萍，免得范闲在京都做出误判，半路被陈萍萍抓住绑起来留在身边，没有给他任何传递消息出去的机会。一方面，陈萍萍是保护王启年擅自逃离大东山，不论是庆律还是院务条例，都只有死路一条。
另一方面，陈萍萍不想让京都中人知道庆帝活着的消息，方便让长公主李云瑞、太子李承乾、二皇子李承泽和枢密院大佬秦业在京都叛乱，借机剪除庆帝身边的亲人。3年之后，陈萍萍在退休路上始终意难平，从达州返回京都，就想问庆帝为什么要杀叶青梅。跟在陈萍萍身边的王启年在高达的配合下，打晕跟他齐名的宗追，用最快速度将陈萍萍回京的消息告诉范闲。等范闲回京，陈萍萍已经被庆帝处以凌迟之刑，遭受千刀万剐后，在秋风冷雨中死在用尽全力赶回京都的范闲怀中。范闲与庆帝的第一次正面对抗，王启年协助范闲搜集情报，联络下属，并受范闲安排到北齐上京，让北齐女帝战豆豆帮助东夷城，告诉范思哲准备赴神庙所需的一切物资和装备。范闲刺杀失败，在范若若、巴雷特重军支援下逃出京都。王启年在北齐和庆国边境处接应，庆帝被范闲、五竹和范若若联手重伤，死于五竹的雷射光线下。王启年一家跟着范闲去了杭州，替范闲掌管启年小组，继续做他的非著名捧哏角色。从庆历4年开始到庆历7年秋失踪，王启年始终是范闲的头号心腹。从监察院中不起眼的编外文职人员和不受重用的下层官员中挑选得力手下，一手打造了独属于范闲的启年小组，参与范闲的所有大事，成为范闲不可或缺的亲信。范闲能在监察院外拥有一批忠诚而不自骄、能干而不盲目、执行力和反应力超强的下属，不得不说，曾经纵横于大陆中北部的江洋大盗王启年居功至伟。